现在婚恋市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啊，男生不管多优秀，都会有被嫌弃的时候，而女生不管她长啥样啊，她都挺自信的。真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现在啊，有的小姑娘好像对钱和财富是没有概念的，对于自己的颜值和条件，那都是超级的自信。最近我这来了个95年的女孩啊，张口就要找资产过亿的。那我给她看了一位91年北京男生的资料啊，人家呢是自己在开公司，家里的资产过亿。国外留学回来的，还蛮优秀的啊。这么好的条件，他居然还是嫌弃这个男生。只不过是家庭资产过亿而已，都不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然后人家说了我那个只找85年以下资产过亿的啊，那必须是没有靠家里边，而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起来的那种啊。真的是太让人下头了。我当时就问他，姑娘，你是对财富积累没有什么概念吧？你知道你说的这个数字需要多少年的积累才能有吗？你知不知道这甚至是需要好几代人积累下来才会有的吗？就算中彩票也得中好几十次了吧。天下能有几个人30多岁就资产过亿了，还必须自己白手起家的。我心里想就算真的有这样的人还能轮到你呀？那你是刘亦菲还是范冰冰你家里有没有镜子？能不能每天出门前好好照照，看看自己长啥样？你不就是学历高点吗？家境平平，长相平平，没房子没车没存款，就这都能把你自信成这样。你说他读了这么多的书，学历还挺高的，怎么脑子里认知这么低呢？就他这长相根本不可能找个资产过亿的，他找个年薪100万的可能都很悬，都不知道咋想的。我就跟他说我这里有这样的人，可能呢人家也不会选择你的。这个时候我说话也就不忌讳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学历还行，可是呢短板太多了你长相不行，家境也不行，我这里可能真帮不了你你去别处看看吧结果呢他又调转话锋嘛，那我要不然考虑一下年龄比我大一些的大叔吧。我真的很无语这不还是换汤不换药吗？大叔你就搞得定啦，大叔身边更是美女如云，好像人家有钱大叔吧就没有见过年轻女人似的。那除非有一天这个大叔脑子给摔坏了，或者呢他看美女看腻了，就想找个丑的搁家里边慢慢欣赏。那你们觉得会有那天吗？是不是现在的男生他们出来相亲已经达成了几条共识，你们知道吗？反正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么做首先呢，相亲第一次出来见面不会全部的消费都自己掏钱的，不管这个女生多漂亮，她有多喜欢，只要是遇到那种非要吃大餐逛商场的女生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撤离现场的。第二条呢，交换联系方式之后，这种回消息特别慢的女生，比如说上午发消息晚上才回，那这个呢直接就会删除的。大家都很忙，行就行，不行就下一个呗。现在的男生每天工作也很忙女生还希望他主动花时间跟你聊天，那人家也主动了，但是你呢还要端着那个架子。他如果真的很会哄女生，他有这个功夫的话，他生活中不早就脱单了吗？所以女生也想想你们那些慢热矜持可能现在真的不太管用了。你不行不主动，人家马上就换下一个了。第三条两个人聊天聊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女生就是很难约不出来，约了3次都不出来，那直接就拉黑删除，谁也不想给谁做备胎的，没有那个功夫给你耗的。第4条就是约会了3次还不肯确定关系的，你约他他也不拒绝，送礼物他也收，虽然这样，但是人家就是不跟你推进关系这种女人赶紧删除，那明摆着就是把你当成了饭票提款机，反正他自己又不吃亏，对吧？第5条，确定关系之后3个月还没有打算见父母的，果断分手。要知道你们都来相亲了，就别整那些复杂的东西，行就行，不行马上就下一个，没有必要浪费彼此宝贵的时间的，你说对不对？这红娘做久了就怕遇到这种女人，开口就要找什么都比自己好的，收入比自己高，长相比自己好，学历家境资产啥的都得比自己强，自己呢要啥没啥，就是性别女没了。他完全没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知，你配不配得上这样的男人？你能给人家带来什么？就最近我这来了个离婚的女人，87年的，自己带了一个孩子6岁，她前夫呢自己开公司做工程的，经常出差，但是家里没让她缺过钱花，也算得上是个有钱的人家了吧。结果这好端端的婚姻她非给作没了。
说前夫没时间陪她和孩子，常年在外，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老公信息回慢了，她都觉得有问题。就这么着，非得要离婚，得了一套房子和一辆车，带着孩子自己过了。现在呢，她想给孩子再找个爸，就开始相亲了。话说吧，她长得还真是不赖啊，挺漂亮的。可是她提的要求啊，那真的是，就你们外行的人来看看，估计都知道她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她说啊，她现在带孩子没法出去上班挣钱，为了不降低生活质量，所以呢，她还是得找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至少一年得挣500万以上的。她说不能委屈了孩子，所以呢，不能接受比她前夫差的。另外，最好呢还有点眼缘，然后自己是有房有车的，对方的资产至少都得是自己的1倍以上，总不能结了婚住在我的房子里吧。另外就是她觉得自己年纪也不小了，不想再生孩子了，对方最好是没有孩子或者不想要孩子的那种。那我听她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跟她说啊，那其实你需要的这种收入状况倒是有的，我这里还真不少，但是不想要孩子的男人几乎是没有的，你还是要把这个条件啊降一降的。我这儿呢倒是有一个80年的老板，年收入大概500万以上，资产也有好几千万，但是呢他有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跟着前妻的。这个男士呢个子不太高，也就168的样子，外形可能就比较一般长的，你看一下可不可以？他马上就不高兴了啊，翻着白眼就跟我说，我就跟你说了嘛，有孩子的我是绝对不考虑的，还有我前夫的身高是1.8米，你怎么能给我找一个168的呢？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你看看还有别的吗？就在这个时候啊，旁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的另外一个姑娘啊就凑过来了，她跟我说，红娘老师啊，这个男士条件还真是不错，能介绍给我吗？我今年28岁，未婚，我不介意他离过婚有过孩子，你看我行吗？这个时候啊，旁边这位离异的女人真的是一脸懵啊，一脸的尴尬，她肯定万万没有想到竞争对手就坐在她的身边，还比她年轻漂亮，而且人家还是个未婚的。你们说说，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男人，是会选择一个离婚的女人，还是会选择一个未婚的女人呢？如果男生也喝毒鸡汤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呢？男人啊，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该吃吃该买买啊，想放松啦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钱这种东西啊，就是给女人看看的，不是给她花的。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她就会努力变得更强大，给你买房，给你买车，给你买游戏装备。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女人一定是不爱你的。你不用主动联系女人，如果她想你自然会联系你，如果她不想联系你，那你联系她干什么？男人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爱你，把你宠成小王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别扭？但是又有几个男人真的会去这么想呢？而很多的女人却会真的成为毒鸡汤的牺牲品。想想现在多少毒鸡汤祸害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毒鸡汤的功劳真是堪称第一。特别是女人被毒害的最深的那几句啊，第一句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给我讲理，那你就是不爱我。我真的想笑死。男人不跟你讲理，那他跟你讲什么呀？就哄哄你，能解决问题吗？第二句，真正爱你的男人是把你当女儿一样来宠爱的。说这句话的人，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把人家当爹一样去孝顺呢？男女之间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关系，你啥都不想付出，又想别人把你当女儿宠，凭啥吗？人家又不缺个祖宗。第三句，我在自己的家从来不做家务，凭啥嫁到你家我又得洗衣服又得做饭还要带孩子？我想说啊，你既然结婚了，你必须得分个你家我家吗？再说了，你做的饭就是给男人吃吗？你自己不也得吃吗？这个家你不用住的吗？你不也得住吗？这孩子是给男人生的，不是给你自己生的吗？第四句，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不爱你的。什么玩意儿啊？如果这个男人只要是给你花钱了就代表爱你，那我请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被交易的商品吗？最后一句话，只要女人还能生孩子，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果想平等，就让男人也生孩子。我就想问问你，如果男人还能生孩子，那要你干什么呢？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女权主义的毒鸡汤，一个人长期被这种思想灌输啊，他的价值观就会扭曲的，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怎么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吗？现在啊，真的是好端端过日子的男人啊，就被人家有点瞧不起的，而那些沾花惹草的渣男却被认为有点本事，好像不干点坏事都不叫男人了。而那些爱家恋家的男人反倒成了失败的男人。还有啊，那些要房要车要高额彩礼的女人呢，很多其实都是没什么本事的，但是啊，她的阅历却不少啊。这部分的女人，她把大部分的温柔都交给了前任，青春都献给了渣男，激情都留给了夜店，剩下的全是怎么套路男人的手段。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找男人的标准都是这个男人必须会背唐诗宋词，那全中国所有的男人可能都会把唐诗宋词啊背得滚瓜烂熟的。那如果说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的男人我得要他会赚钱，至于他的良心好不好人品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的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人品不好但是很会赚钱的男人。这个正是现在中国女性挑选男人的一个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社会到底好不好啊，我们常常说啊，真的是在于女性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女人太贪婪惹的祸，都是男人啊对女人太包容太忍让太宠溺太惯着惹的祸。你们说对不对？有一个颜值评分倒数第一的女孩来找对象啊，非要找帅哥，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就别说她长得丑，根本就不可能了，即便是美女到相亲市场上来啊，也未必能见到几个帅哥的。人家长得帅根本不需要来相亲了好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都说男人好色啊，很少有听到说女人好色的。其实女人啊也是一样的很好色的。据科学家研究，女性的好色程度是男性的6倍。你就看看啊，现在很明显嘛，男色经济已经崛起了，成为主流了。影视剧里边都是一个小鲜肉被好几个女生追求。吻戏中呢，男主先亲女主的戏没有人看，女主主动亲男主的戏那就是流量很高的。为什么？还有很多女性用品以前都是女性来代言的，但是现在啊，性别必须要反转过来，由男性来代言，才有更多女性愿意买单。为什么？难道男人愿意看男人吗？当然不是嘛，是女人愿意看。大女人有钱啊，就愿意为小鲜肉买单。姐弟恋啊很盛行，尽管女人基本上都知道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呀，也很愿意跟弟弟谈谈恋爱。男明星的演唱会上哭到晕倒的都是女人，你们见过哪个女明星的演唱会上有男人大喊大叫哭到晕倒的吗？没有吧。在那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忘记了矜持，不顾任何的思想束缚，好色的很彻底。你就看一看现在短视频那些小鲜肉帅哥的直播间里，女性占了 90% 以上，甚至有60岁以上的大妈给小鲜肉打赏。其实女人比男人还好色，男人的骚是明着的，女人的骚啊是藏着的。在动物界，任何一种动物雄性都是靠华丽的外表去征服雌性的。比如说鸟类，雄性的羽毛一定比雌性的漂亮；爬行动物，雄性也一定比雌性更显强壮，轮廓更完美。所以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也是一样的。就拿我们相亲市场来说，最令我们头疼的就是那种来找帅哥的女人。其实我干这么多年的婚恋，就没有真正见过几个大帅哥跑到相亲市场上来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的，他什么样的都找得到。所以在相亲市场啊，美女不少，但是帅哥啊真的是很稀缺的。现在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你们看看啊，现在是不是这样？越来越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表明，男生们真的是在动真格的了。他们现在不愿意追求女生，也不想结婚。有人说，现在国内的男生啊，正在进入一个自杀式的单身和报复性的不婚状态。男生们对女生的态度是这样的：你不是难追吗？那我就不追了，行不行？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也不做舔狗，看看谁活得更潇洒。你不是生育警告吗？那我直接不生了总行吧？我不愿意被人拿捏着，咱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咱未来养老院见，行吧？适婚男生他们现在正在企图用这种方式来回击当下扭曲的婚恋观，为将来啊制造出一个男女婚恋平等的年代。话说啊，现在有很多女生她真的是挺作的，谈恋爱要各种考验男生测试男生，全过程她必须得是一个被付出的一方，各种节假日的礼物转账红包不说啊，自己连一点回馈的意思都不会有的，就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接受。他们的思想就是你不是要追求我吗？那就得拿出这些行动来，最后点不点头买不满意
那当然得看我的心情。要说到结婚，那就更加变本加厉了。一个男人要把她娶回家呀，就得答应她各种条件，甚至还有他们家那些不合理的要求。要真的结婚了，人家说了，那我也是富养长大的小公主好吗？你不能让我做家务，再说我也不会啊。有的女生还不愿意生孩子，嫁过来就是从父母的宠溺中换成一个男人来宠溺，没有任何的成长。这些富养长大的女生最后基本都是这样一个结局。还有女权思想的洗脑，我们可以参考日本、韩国，他们曾经都发生过极端女权现象，导致他们的男生宁愿大量的单身也不愿意结婚了。男生躺平了之后，他们的女生不要彩礼，不要房子，不要求一切，他们的要求也一降再降，男生仍然无动于衷。如果我们这一代年轻男女真的是大量的不结婚，那么日本、韩国不就是我们未来的样子吗？多年之后，我国的婚恋现状绝对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但是这样做会不会太极端了？咱们评论区聊一聊好吗？最近有个事儿我跟大家念叨念叨，在相亲的时候主动的女生到底有多吃香？一说这句话，可能又有女生想骂我你就先别喷了听我说完。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见了太多了。这不前几天刚领证领完的一对给我来报喜，我就知道这个女孩能嫁得很快，也嫁得很好。就半年前我安排他俩见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现在是僧多肉少，优秀的男生少所以那天我就安排了另外一个女生呢也见这个男生。话说这位男生条件呢是真心不错在银行工作，硕士学历，北京有房有车90年的180的个，长得呢白白净净的。总体来说，这样的男生也算得上是相亲市场上香饽饽了。所以两个女生呢对他都挺满意的，希望后续能有发展。男生呢对这两个女孩长相他都挺满意的，但是当时有点分不出伯仲，所以呢他觉得跟这两个女孩要不就先都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性格再定。结果经过了1个多月的接触下来，男生决定选择其中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女生。他说其实他原本呢是内心是比较看好另外那个女生的，但是他说那个女生明显就是慢热型，发个信息很久才会回复，约他出来约了2、3次才说自己有时间，平时聊天话很少，每次呢还是女生要结束话题。出来约会从来没有买过单，连一瓶矿泉水都没有主动买过，送他回家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一句谢谢都不会说也给他送过小礼物那女孩也欣然接受，但是从来没有回馈过任何东西。这个男生说，我也搞不懂这个女生她到底是很享受这个追求她的过程呢，还是她对自己就没有那个意思呢？而那个主动的女生就不一样了在这个慢热的女生还在等着男人追求的时候，她已经跟男生一起经历了好多事情了。她会给男生做烘焙，做小饼干，做糕点，带着约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品尝她的成果。她也不会半天不回信息看到了就会回。她也会主动的约男生一起去爬山，去骑行，回到家还会跟男生分享今天的心情。男生请她吃饭，她也会请男生喝咖啡。男人请她看个电影，她也会买好奶茶。男生给她送个小礼物，她也会回馈点小心意。男生送她回家，她会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跟男生说谢谢你送我回家。就是这么个开心快乐可爱的女生，直接秒杀那位慢热的结果你们都知道吗？我后来问过那个慢热的女生，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男生？她说没有，我挺喜欢他的，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追着追着就不追了。你们说可笑不可笑如果是你，评论区说说你会选哪位？你问我哪儿的姑娘最可爱我说了实话可能会得罪人。虽然呢干婚恋10多年了跟女生打交道很多，在北京天南地北的姑娘我都见过，性格差异确实挺大的，我确实也会有一些个人的感受当然这个也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喜好而已。不过呢我可以保证我的评价还是相对客观的。南方妹子呢大部分确实是软妹子，性格柔和，说话好听要是再加上颜值高那对男人来说真的是无敌的魅力。要说容貌的话，北方姑娘是真的长不过南方姑娘的。但是不管是找对象也好，为人处事也罢交朋友也好，结婚也好，那拼的真不是颜值了，拼的一定是认知和性格。北方姑娘大部分呢来讲性格都是比较直接的，说话呢也不绕弯弯有时候她跟男朋友相处也是这样的，容易让男人觉得她更像个哥们儿。有的姑娘真的很能扛事儿男人的那部分力量都被她替代了，所以缺乏一些柔美的基因。那我个人来讲呢，我绝对最喜欢的是北京姑娘。
你别看北京姑娘表面上挺高冷的，但实际上她们挺简单的傻白甜最多。她们性格比较直，但也不缺乏温和和细腻。找对象的时候呢，她们大多是不太看重物质和钱的，比较追求真爱和自由。感觉对了呢，喜欢你，那不管你是哪人，也不在乎你有没有房有没有车，她真会跟你掏心掏肺的交往，也很少玩心机，她们不屑于这个东西。北京姑娘呢，结婚不要彩礼那是什么玩意儿？你要真用彩礼去论身价呀，那北京姑娘可能得跟你急啥玩意儿？你是要买我吗？得，那来1个亿吧。他是跟你开玩笑呢，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北京姑娘真的能扛事儿，家里要是遇到什么困难，他们真的能扛得住。你那个事儿如果没办好，他肯定跟你使个小性子，你这事儿办得不妥不地道不妥当。但是要劲儿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给你丢面的。你说他真的没心眼吧？其实也不是，他只是不跟你计较而已总体来说呢，北京姑娘还是相对纯善一些来我这里找对象的姑娘们，往往北京姑娘的要求是最低的，她们往往提的条件那都不叫条件，大部分男生都能达得到，只不过呢，北京姑娘很早感觉到看眼缘。但是你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北京姑娘就好好珍惜吧，这样的姑娘真的不多了别忘了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最近呢，我有个女粉丝问我她说二婚带娃真的很不好找吗？我今天就在这儿非常认真负责的回复你是的，现在的二婚市场非常尴尬，男人女人形成了一种这样的规则离婚后呢，受了伤的男人他的心都冷了，他不想再触碰婚姻，要么呢就先自己过几年再说，他们甚至连恋爱都不想谈了，因为这颗心伤不起。有钱的男人呢可能还好点离了还能再找个好的，那没钱的男人呢估计就得自己准备好光棍到底了。而那些离了婚的女人呢，不管是自己受伤了呢，还是伤了别人，他们离婚之后都会在那儿等等什么呢？等个条件好的男人呗，至少是比自己条件好的男人。那女人嘛，到了70岁她都是慕强的，所以这个时候长得漂亮的离婚女人她会认为自己长得漂亮不怕没有男人要。可是混了几年之后，她会发现追求她的男人真的不少，可是想跟她结婚的却寥寥无几。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男人们都懂，这些男人不过是想睡睡觉嘛。如果是个条件很好的男人，那基本上不会考虑一个离过婚甚至有孩子的女人，因为他们的选择有一大把没有必要在你的身上付出他的后半生。那么穷的男人可能对他呢有几分真感情，但是他肯定又看不上的，所以离了婚的漂亮女人也很难找了。那些离婚了长得丑的呢，那就更难找了，基本上就无人问津。要是再加上带个孩子那愿意跟你结婚一起抚养孩子的男人几乎没有。条件好的呢不想替你养孩子，条件差的呢养不起你的孩子。所以呢，有好多女人离婚之后都以为自己可以再嫁个更好的，而现实却不是。现实就是你如果选择了离婚，有60%的可能是没有机会再婚了。离婚之后呢，带孩子的几乎没有人敢娶你，能找个人谈恋爱都算不错了，甚至有的离了婚带个男孩的，想谈个恋爱的机会都没有。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的人会不相信，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因为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几乎都是女人提出的离婚，这个背后呢都是被他们搞怕的男人，无论他们再怎么会装，再怎么会演，大数据摆在这儿呢那些受了伤的男人谁敢搭理这些女人呢？对不对？女人受伤也一样嘛，她们几乎不敢再相信男人了，再度进入围城，那必定是要再三斟酌的。条件差的还看不上，条件好的呢他又够不着，结果他们会发现怎么都找不到，因为竞争对手也很多呀。那些有颜值有身材的都不好找而这些离了婚的女人呢都跟商量好的一样不管是带孩子的没带孩子的，有颜值的没颜值的，都会在谈婚论嫁的时候要高额的彩礼，想通过婚姻获取财富，都把这些男人当成了赚钱的工具，婚姻就成了他们的跳板。所以现在男人都警觉了嘛，不敢轻易上当了，是不是呢？觉得我说的对的，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